我当了12年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阔太太，逼着1分退休金都没有的农村婆婆跟我 AA 制。我以为离了她我会过得更爽，可直到她被富豪们捧上天，身价100万，守着垃圾场一样的家的我才彻底明白，原来离了谁都能活的，不是有房有工作的我，而是勤劳肯干的她。考试结束，请考生立即停笔。最后一门英语考完，我悬了12年的心终于落地了。乐乐熬出头了，我也终于不用再忍受那个农村老太婆了。这谁家老人啊？身上什么味儿啊？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我整张脸直接僵住了。今天现场全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家长，他穿成这样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穿成这样子来学校的？梦瑶，我在家熬了3个小时的绿豆汤，天热，孩子考完喝了能解暑。解什么暑？天天就知道省那几块钱。你看看别人奶奶穿什么你再看看你，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个农村婆婆吗？对不起，梦瑶，我就是想来看一眼乐乐。妈，考完了。儿子真棒，走，妈带你去吃海鲜大餐。到账2万元。儿子，考得好，这2万块拿去跟同学去三亚旅游，不够再跟妈要。谢谢妈，妈你太伟大了。去趟三亚就要2万块啊，这也太奢侈了。2万块够咱们家大半年的伙食费了。梦瑶啊，不是妈说你，过日子得精打细算，你这样大手大脚，嫌我花钱大手大脚？妈，你12年前从农村来我家，1分钱退休金没有，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，现在反倒管起我来了。梦瑶，妈也是好心，少说2句。好心？我忍他12年了，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省钱，买个菜为了1毛钱跟人吵半天，把家里弄得一股小市民的酸臭味儿。梦瑶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你处处看我不顺眼，行啊，从明天开始，这个家实行 AA 制。AA 制？啥是 AA 制啊？意思就是各花各的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我和张伟、乐乐算一家3口，你单独算一份。以后房租、水电、物业、伙食，所有开销对半分。你不是爱省钱吗？以后你花自己的钱省去。梦瑶啊，妈随口说错话了，妈给你道歉行不行？1分钱收入都没有，你让我去哪儿弄钱出这一半的费用啊？既然观念不同，我们就各管各的，生活费您出您那份儿，以后这个家明算账。我养了你12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要么给钱 AA， 要么就不用管我怎么花钱。看着他哭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愧疚。只要能把这个天天让我丢脸的绊脚石赶走，哪怕当恶人我也认。去，起开点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这就走。哎，梦瑶，那不是你家那个婆婆吗？怎么沦落到在垃圾桶里捡烂菜叶了？你这也太狠了吧！狠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谁让他年轻时不努力，老了没退休金？此时的我笑得有多得意，根本不会料到，1个月后，我看不起的农村婆婆
会以怎样恐怖的身价狠狠扇肿我的脸。AA 制实行到第3个月，我发现婆婆明显变了。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情绪上的，更是肉眼可见的变化。她脚上那双黑布鞋，鞋底都快磨穿了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这还是前年的旧鞋。要是搁以前，我早就给她买双新的了。虽然也是便宜货，但至少是新的。现在我却不愿意管。喂，他婶儿啊，是桂兰，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你上次说借我的那300块钱，能不能先不急着还？我知道你手头也不宽裕，没事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300块对我来说就是一支口红的钱，对婆婆来说却要低头跟亲戚借，心里堵得慌。刚想开口说这月水电费我全出，又想起 AA 制的规矩，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规矩既然定了，就不能破。要是我这次给他出了，以后他肯定还会得寸进尺。他有手有脚，自己能想办法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发现了一个更让我震惊的细节。那天中午我饿了，想去厨房找点菜吃。那馒头上还有牙印，显然是早上吃剩下的。他中午就吃这个。妈，你中午怎么不做饭？我不饿，早饭吃得晚，挺饱的。看着他汪乱遮掩的动作，我第一次觉得那半个馒头是如此刺眼，但我还是没说话。只是默默关上了碗柜门。那时候的我不知道，这半个馒头只是她崩溃的前兆。婆婆这2天不对劲儿，吃饭总捂着腿，走路也一瘸一拐的。我看在眼里，也没多问。直到那天晚上，她疼得在沙发上直哼哼，腿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，连路走不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这是老寒腿，老毛病了，受凉就犯。腿都肿成这样了，还不去医院？不去，医院太贵了，挂个号都要几十，随便拍个片开点药就得好几百。我贴膏药就行。几百块钱至于吗？身体要紧还是钱要紧？钱要紧，我1分收入都没有，这月还要交物业费，不敢花。这老太太怎么就这么死脑筋？但我转念一想，这是 AA 制，看病的钱也得她自己出。那看病的钱我们给你出一半，你自己那份总出得起吧？不用了，我真的不想花那个冤枉钱，我扛得住。随你便。我转身进了卧室，把那疼痛和呻吟都关在了门外。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，但我告诉自己，规矩不能破。我以为这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，却没想到正是这一次的袖手旁观，让王桂兰下了一个足以改变我们余生的决心。7月底的天热得像蒸笼，卧室的旧空调用了8年，早就坏了，吹出来的风跟电风扇没区别。师傅，这是打算在客厅装个空调吗？不，这是装在主卧的。他的小房间比外面还热。以前没换新空调的时候，他总说自己不怕热，原来是舍不得开门蹭我房间的冷气。那天夜里，新空调吹出来的风凉丝丝的，我心里却堵得慌，一点都不觉得舒服。奶奶，红烧肉我最爱吃了。慢点吃，炖了一下午，烂乎。妈，这五花肉我早上看付款记录32块钱，乐乐吃的算我们家的，你要是吃就出你那份。我不爱吃肥肉，太腻，你们吃。
奶奶你吃，可香了。你吃你的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要少吃油腻。奶奶真不爱吃，乐乐长身体，多吃点儿。我看着他碗里光秃秃的白米饭，看着他盯着红烧肉咽口水，却一口都舍不得碰的样子，嘴里的饭突然就咽不下去了，像卡了石头。乐乐，多吃点儿，你正长身体呢。奶奶，我都多大了还长身体？在奶奶心里，乐乐永远都是孩子。我明明是想过得自由点儿，怎么现在看着他这样，我一点都不开心呢？梦瑶啊，你家婆婆是不是太省了？阿姨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你婆婆天天在垃圾桶旁边捡纸壳子，好几个邻居都看见了。刚才我还看到她捡别人扔的矿泉水瓶，喏，就在那边。妈，我们家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？光天化日捡破烂，整个小区的人都在看我笑话。快点回去吧。他怎么把鞋子都脱了？难道是害怕吵醒我们？奶奶给我买了新球鞋，就是我之前看的那款。这是之前儿子提过一次的那双鞋，要2300块呢。这是我这半个月卖废品攒的钱，不占 AA 的账，给大孙子买的，不算家里开销。奶，你卖废品太辛苦了，这鞋子我不要了，你拿去退了吧。傻孩子，买都买了，退啥？我捡废品也不累，就当遛弯了，你喜欢就行。快穿上试试，看看合脚不？奶，以后别捡废品了，我不要新鞋了，我有鞋穿。垃圾桶旁边脏，你上次还差点被车碰了，我担心你。没事儿，奶奶愿意给你买，你好好学习就行。奶，等我以后考上大学赚钱了，给你买最好的鞋，买软底的，走路不累。好，奶奶等着我大孙子给我买新鞋。挺合适的，谢谢奶奶。他蹲了半个月垃圾桶，被邻居指指点点，被我骂丢脸，攒的2000多块钱，一分没舍得给自己花，全给我儿子买了鞋。我却跟他算那10几块的菜钱，逼他跟我 AA。桂兰，你给他们家当牛做马12年，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？他们就是这么对你的？李梦瑶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你婆婆给你带了12年孩子，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3口，你现在跟她搞 AA 制，逼她捡破烂，你就怕遭报应吗？妈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亲戚在这儿你就吃剩菜捡破烂，这不是显得我们家亏待你吗？你们吃，我刚在厨房吃过了，不饿。拿着，别让李梦瑶知道，自己买点好吃的，别总啃凉馒头。要是实在待不下去，就回老家，老家有我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。不用，他二姨，我有钱，你快拿回去，你家孙子上学还要用钱呢。别送了，回去吧，照顾好自己。
二姨骂我的那些话像巴掌一样一下一下打在我脸上，我嘴上硬说她故意卖惨，可我心里清楚是我过分，是我对不起她，可我拉不下脸认错，只能把气撒在她身上。她明明什么错都没有，却要受我的气，还把亲戚给她的钱全交了水电费，我怎么就这么别扭，这么混蛋？师傅，你看见我家婆婆了吗？60岁左右，穿蓝布衫，拎布袋子，大概下午出去的。没注意，今天进出的人多。梦瑶啊，这么晚了还出来溜达？我越找越慌，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都往外冒。会不会摔着了？会不会迷路了？会不会遇到坏人了？我以前总盼着他走，真的找不到他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接受不了他出事。我一直以为婆婆离不开这个家，原来她早就找好退路了。她真的要走了，我好像真的要把这个在我家操劳了12年的长辈亲手弄丢了。对了，婆婆不在家，没人做饭。儿子，快吃！刚从楼下早餐店买的。你今天不是要去毕业旅行吗？馅儿馊了，不吃了。要是奶奶在就好了，她每天早上都会熬小米粥，包子都是现蒸的。我还是跟同学出去吃吧。我以前总觉得婆婆在家碍眼，总觉得她走了我就能过得自由自在。现在她真的走了，我才明白，我所谓的自由，不过是有人替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和烟火气。她不在，我连一顿热乎干净的饭都吃不上，连个干净的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以前总觉得她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现在才知道，我享受了12年的安稳日子，全是她用双手给我撑起来的。你这家里也太乱了！我提前跟你说啊，40块钱1小时，你家这情况最少得干3个小时，少了我不干。阿姨，这玻璃没擦干净，还有水印呢，你再擦一下。你就给我这点钱，就只能干成这样？嫌不好你自己干啊！我干了这么多家，就你家最乱，事儿最多，大不了我不干了，你找别人去。行了行了，给你转了。我以前总觉得婆婆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，总觉得她就是个免费保姆，现在才知道她给我免了12年的保姆费，12年的辛苦，是我这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，我欠她的太多了。奶奶您回来了。乐乐，奶奶要出去段时间，所以给你收拾一下东西。奶奶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乐乐，这是奶奶这些年攒的钱，不多，
给你上大学用，你好好读书，照顾好自己，听你爸妈的话。奶，你常回来看看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我明明想留住婆婆，明明想跟她道歉，却拉不下那点可怜的一文不值的面子，眼睁睁看着她走了。她把所有的温柔和细心都留给了这个家，留给了我们，我却给了她12年的冷眼和算计，最后还把她逼走了。我就出差了几天，家里居然乱成这样。梦瑶，别闹了，找个时间去把妈接回来吧。妈在我们家待了12年，给我们带了12年孩子，做了12年的饭，收拾了12年的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这么做真的太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是他自己要走的，又不是我赶他的。我养了他12年，管他吃，管他住，我已经够意思了。什么叫你养了他12年？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这12年家里的饭是谁做的？孩子是谁接的？家务是谁干的？你每天下班回家就有热饭吃，衣服脏了有人洗，孩子不用你管，家务不用你做，这些都是谁给你的？现在请个住家保姆1个月最少6000，12年多少钱？妈1分钱没要过，还自己掏腰包买菜给乐乐买东西，倒贴钱给我们做家务，到底是谁养谁？现在妈自己出去做保姆，工资比你都高，人离开我们过得比以前好100倍，是我们离不开她，不是她离不开我们。你就别嘴硬了，找个时间低个头去把妈接回来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。张伟的话像一巴掌狠狠打在我脸上，把我彻底打醒了。我一直自以为是，觉得是我养着婆婆，是我施舍她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她在养着这个家，养着我。我那点可笑的优越感不过是建立在她12年的无偿付出上的。我就是个白眼狼，是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糟了，起晚了，要打不上卡了。完了，衣服。不好，洗衣机里的衣服昨天晚上洗的，忘了晾了。全乱了，什么都乱七八糟的。李梦瑶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全部门就你一个人迟到，还穿成这个样子，你是来上班还是来逛菜市场？这个月全勤奖扣了，再迟到一次直接滚蛋！以前婆婆在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迟到。以前我总嫌她唠叨，嫌她管得多。现在才知道，那些我习以为常的安稳，全是她一点点给我撑起来的。她走了，我连一件干净的衬衫都穿不上，连准时上班都做不到。妈，我想去看看奶奶。就去看看，我好久没见她了。她上周给我发微信说在雇主家学做了豆沙包，我想尝尝。好吧。桂兰啊，你做饭太好吃了，我儿子说我最近都胖了2斤，你可不能走啊！我给你涨工资，涨到8000，就留在我们家。我女儿说你比护工细心多了。阿姨，我不走，我肯定好好照顾你，你放心就行。奶，拿着，买点想吃的，买点文具，别舍不得花。原来她离开这个家过得这么好，这么开心。我以前把她当免费保姆，随意使唤，随意算计，别
别人却把她当家人、当宝贝，真心待她。她不计回报的做了那么多，我却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还把她推开了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山东的李梦瑶吗？就是她啊，把婆婆逼去做保姆那个，可不就是她吗？我听张姐说，她婆婆现在是金牌保姆，一个月8000块，比她工资都高，穿得干干净净的，比在她家的时候年轻10岁。我看她就是活该，忘恩负义的东西。人家给她带了12年孩子，她跟人家搞 AA 制，逼得老人捡破烂，迟早要遭报应。那个老太太啊，以前天天来我这儿买菜，专挑嫩的买，说儿媳爱吃小油菜，孙子爱吃甜番茄，好久没见了。听说去别人家当保姆了，哎，一把年纪了还在干活，也是可怜。哎，姑娘，你菜没拿，钱也没付，西红柿钱，走路不长眼啊，找死啊！我这辈子最要面子，最在意别人的眼光。现在整个小区的人都在骂我忘恩负义，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终于尝到了自己酿的苦果，所有的面子和优越感在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。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就是伤了那个真心待我、真心为这个家好的长辈。奶，你来了。来看看你。给你买的，上网课查资料用，别总玩游戏。这太贵了，我不要，你退了吧。发工资了，第1个月工资，给你买个手机，怎么了？拿着。奶奶，给你买的衬衫，上班穿，料子透气，夏天穿不热。按你平时穿的码买的，不合适我再去换。妈，还让你花钱，你自己留着花就行。我一个老太子，花不了啥钱，你们穿得好，我就高兴。我得走了，雇主家等着做晚饭，晚了该来不及。奶奶，我送你下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走就行。你在家好好学习，别总玩手机。乐乐，冰箱里我放了2盒你爱吃的酱牛肉，你记得吃。知道了，奶，你路上慢点。婆婆给所有人都带了礼物，记得所有人的喜好，唯独忘了我。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感觉到，她是真的对我失望了。奶，我妈发烧了，躺了1下午了，浑身烫。爸出差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就过去。烧退了，再睡会儿，我去给你熬点粥。妈，药放在这儿了，1天3次，1次2片，饭后吃。我先回去了，雇主家还等着我做早饭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低头，我想说对不起，想说我错了，想让他回来，可是话到嘴边怎么都吐不出口。他没骂我，只是留了药就走了。我知道他还没原谅我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我会慢慢改，直到他愿意回来为止。我欠他的，我会一点点还。喂，是张师傅吗？我家厨房水管爆了，你能不能赶紧过来修？哎呀，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环城路这边出车祸堵死了，我至少得2个小时才能到。你先把家里的总水阀关了啊，别让水漫的到处都是。总水阀在哪儿啊？我找不到啊！就在厨房橱柜最下面的左角落，你蹲下去找找，红色的那个阀门拧到底就行。我这边尽量赶啊。
咋了？这是水管爆了。总阀在这儿都不知道，以后再爆水管先关总阀，不然水漫的满屋子都是，地板泡坏了修都没法修。水管工来不了是吧？我看看哪儿坏了，家里有扳手和生丝弹不？有，在阳台工具箱里，我去拿。好了，能用了。这水管老化了，有空换个新的，不然还容易爆。谢谢你啊，妈。这是他走之后，我第一次重新喊他妈。我以前总觉得他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要靠我，现在才知道，这个家没了他，连个爆水管我都应付不了。我家老人就认他，我们早就预约了。我就要王桂兰阿姨，我家孩子就爱吃她做的糖醋排骨，多给2000块钱都行，能不能把她排到我家？我家老母亲就认王阿姨，上次王阿姨照顾了她半个月，她现在天天念叨，你们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加钱，加3000都行。实在不好意思各位，王阿姨现在排到3个月后了，她现在的雇主续了半年的合同，主动涨了工资，王阿姨暂时不接新单。桂兰啊，刚才买的那件碎花衬衫你穿着特别合身，我特意给你买的，你就收下，别跟我客气。阿姨不用，你对我已经够好了，工资给的高，还总给我买东西，我哪好意思要？喂，张总，我马上回公司。我以前总觉得他一无是处，离开家就没法好好活着，原来不是。他走了，过得比在我家好100倍。约我出来干嘛？看你脸拉得比驴还长，又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我婆婆。你婆婆？她不是去做保姆了吗？她现在可厉害了，金牌保姆，比我工资都高，好几个雇主抢着要。我就是觉得，以前在我家的时候，天天唯唯诺诺的，说什么都听，现在倒好，摇身一变成香饽饽了，我这心里……李梦瑶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人家给你当了12年免费保姆，给你带孩子，给你做饭，给你收拾家，你跟人家搞 AA， 逼得人家出去做保姆。现在人家凭本事赚钱，过得比你好，你心里不平衡了？你有什么不平衡的？你自己算算，12年，你请个住家保姆1个月6000，12年多少钱？80多万，人家1分钱没要，还倒贴钱给你儿子买鞋、交学费，你占了12年便宜。现在人家走了，你还见不得人家好？有你这么做人的吗？我要是你婆婆，我也不回去，在别人家当金牌保姆，受尊重拿高薪，想吃什么买什么，回去给你当免费保姆受气，换你干嘛？你要是真知道错了，就拿出点诚意来，去把人接回来，好好跟人道歉，别在这儿酸溜溜的，心理平衡没用，人家不欠你的，是你欠人家12年的情。我话说到这儿，听不听在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要是没有你婆婆，你这12年能过得这么省心，能安心上班。妈，我填完志愿了。好，我们回家吧。你看那是谁家的阿姨，看着真精神，气质真好，也是来接孩子的。是挺年轻的，看着也就50出头，保养的真好，我以为是孩子妈妈呢。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早上蒸的豆沙包，你爱吃的红小豆馅儿，还有绿豆汤，冰过的解暑。真香，我就爱吃你做的豆沙包，外面买的都没你做的甜。大妹子，这是你孙子啊？你看着真年轻，我刚才还以为是孩子外婆呢，保养的也太好了，手还这么巧，自己做豆沙包。我家孙子就爱吃外面买的。
我做的他都嫌不好吃，说我做的没味道。哪有，我都60了，老了，就是闲着没事，给孩子做点爱吃的，也费不了什么劲。妈，你尝尝，奶做的还是以前的味道。好吃，熟悉的味道。以前我总嫌他土，嫌他穿得破破烂烂，给我丢脸，怕他出现在我朋友、其他家长面前。现在别人都夸他年轻有气质，夸他手巧。不是他变了，是以前我没给他过好日子，让他受了12年的委屈，天天围着灶台和孩子转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。他本来就该是这样闪闪发光的样子，是我耽误了他12年。桂兰，可算见着你了！我在老家就听说你现在出息了，成了金牌保姆，比咱们村的大学生村告赚的都多。你看你现在穿的气色，比以前年轻10岁都不止。我就说你是个能干的，以前在家带孩子做饭委屈你了，现在凭本事吃饭，太给咱们老王家长脸了。姑，我朋友家想找住家保姆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你。你要是有空帮我问问你们公司有没有靠谱的阿姨，你说的话我信得过。桂兰，你多吃点，你现在上班累，得多补补。是啊，你现在是香饽饽，好多人抢着要，可别累着自己，该休息就休息。桂兰啊，有空就回老家看看，咱们村的老姐妹都想你了。是啊，下次来城里我还给你带老家的笨鸡蛋，你爱吃的。姑，我那事儿你帮我想着点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对不起。所有亲戚都夸他，都认可他，只有我以前瞎了眼，看不到他的好，还那样对他。那句对不起说得太晚太轻，弥补不了我给他的伤害。我知道他还没原谅我，我不怪他，是我活该，我会慢慢改，直到他愿意原谅我的那天。妈，你怎么没事？怕你们吃不好，过来看看。这里面10万是我这些年攒的，加上这几个月做保姆赚的，你给梦瑶，让她别着急找工作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别舍不得花钱。妈，我们不能要你的钱，你自己留着养老。跟我客气啥？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你攒的。他好强，怕他不好意思要。我那样对他，逼他 AA， 逼他走，他知道我失业了，还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给我，怕我不好意思，还不让说是他给的。他从来没怪过我，从来没记恨过我，一直都在为我着想。我怎么就那么混蛋，那样对这么好的人？我等这句话等了太久，我以为他不会理我，以为他真的寒心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没骂我，没提以前的事儿，只说周末回来看乐乐。我知道他愿意给我机会，愿意再信我一次。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搞砸，绝对不会再伤他的心。我把房间收拾好了，等着他回来。以前的错我弥补不了，以后的日子我会一点点做给他看。我会好好孝顺他，好好对他，再也不会让他受委屈。
别碰，等你奶奶来了再吃。妈，你这菜卖相也不咋样啊，我奶能爱吃吗？你懂什么？味道好就行。妈，你来啦，快进来。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是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搞什么 AA 制了。这个家永远有你的位置，你回来住吧。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味道不错。妈，你多吃点，下次我肯定做得更好。慢慢来。我撕了那个账本，也撕了横在我们之间12年的隔阂。他答应回来了。以前的错我弥补不了，以后的日子我会慢慢做给他看。这不是你跟张伟的主卧吗？我住小房间就行，不用这么折腾。我们住小的就行，这屋向阳，从早晒到晚，你住这儿舒服。桂兰回来啦！我刚才在楼下看见装空调的上去，就知道你回来了，特意给你拿点自家种的橘子。你可真有福气，梦瑶特意把向阳的大屋腾给你住，还给你装新空调，比亲闺女还孝顺。梦瑶懂事。老板，这青菜多少钱一斤？2块5一斤，刚摘的，新鲜的很。2块2卖不卖？我要3斤，再拿2斤西红柿一起称。行吧，行吧，给你称上。也就你天天来，我才给这价。我拎2袋，你拎那么有重，别勒着手。没事儿，我拎得动，你空着手走就行，小心地上滑。老板，给我切这块肋排，要2斤，我妈爱吃炖的，炖的烂点。好嘞，2斤刚好，我给你剁小块点，回去直接炖就行。他搬回来了，这个家终于像个家了。以前我总觉得他做的都是理所当然，现在才知道，有他在的地方才叫家。奶奶生日快乐！妈，许个愿吧。我就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和和睦睦的，别的啥都不求。妈，生日快乐！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，我都陪你过。张伟，好吃，甜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给婆婆过生日，以前我连她的生日是哪天都不知道，总觉得她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。以后她的每一个生日，每一个节日，我都陪她过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和和睦睦，比什么都强。妈，小区门口老年大学招新，我看有面点班，我陪你去看看。会不会太贵了？在家也能做，不用花这钱。不贵，1学期才3000，还送材料。你天天在家也没事儿，去跟同龄人聊聊天，学了新花样，还能做给乐乐吃。
走吧，去看看。不想报咱们就回来，就当遛弯了。阿姨，你想报哪个班啊？我们面点班最火，好多阿姨学了回家给家人做面包蛋糕，家里人都爱吃。我报面点班吧。阿姨，您可真有福气，闺女这么孝顺您。可孝顺了。妈，下周一跟开始上课，我到时候送你过来。以前我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总觉得他碍眼，现在才知道，最踏实的日子就是陪着他慢慢过。他陪我撑过了最忙的12年，以后换我陪着他慢慢走。炒青菜要小火，油热了再放菜，翻2下就放盐，别炒太久。不好不好，盐放多了，太咸了。放盐的时候少放一点，尝一下咸淡，不够再加，别一次放太多。炒鸡蛋的时候加一点温水，炒出来更嫩。妈，你尝尝，咸淡合适不？火候刚好，再炖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都好吃，比我做的还香。妈，你现在做饭太好吃了，跟奶奶做的一模一样。从炒胡青菜到学会她爱吃的所有菜，我用了15天。以前总觉得做饭是小事，现在才知道能给在乎的人做一顿热饭，就是最实在的心意。李女士，您再确认下信息。被保人王桂莲女士，医疗险年交3200元，交20年；养老险年交8000元，交15年，对吧？对，就按这个来，直接刷吧。妈，这2份保险，一份看病能报销，一份老了每个月领钱，我给你买的。乱花这钱干什么？我身子骨硬朗，用不着。你快退了去，留着钱给乐乐攒大学学费，比给我买这个强。退不了，都签完合同了，钱也交完了，退的话要扣好多钱，亏得慌。以后你看病不用舍不得花钱，养老也不用愁，有我呢。以前他总舍不得花钱，总怕给我们添麻烦，生病了硬扛，买东西挑最便宜的。现在我给他买了保险，就是想让他知道，以后有我在，他不用怕，不用什么都自己扛。奶，你看这个贝壳好看不？上面还有花纹。慢点跑，别摔着，沙子滑。梦瑶，你扶着妈往这边点儿，我给你们拍张照。奶，这个给你，放你包里当纪念。妈，你尝尝这个鱼，没刺，嫩得很，是这边的特产。好吃，鲜得很。妈，水温调好了，你去洗吧。卫生间地上滑，你扶着扶手走，小心点儿。你也快去洗吧，累了一天了，早点歇着。我马上就去。你先躺会儿，我把空调调高点，别冻着。这是我第一次带他出来旅游，以前总觉得他跟不上套，带出来麻烦，现在才知道牵着他的手慢慢走，比看任何风景都踏实。他陪了我12年，以后我要带他去更多地方，看更多没见过的风景。
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准大学生张乐乐同学上台致辞，掌声欢迎。首先，我要谢谢一个人，我要谢谢我的奶奶。从小学1年级到高3，整整12年，她每天5点半起来给我做早饭，冬天天不亮就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，手里永远揣着热乎的烤红薯。我高3那年得肺炎，烧了3天3夜，她在医院守了我3天3夜没合眼，最后自己累晕在走廊。没有我奶奶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奶奶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奶奶，我敬你。以后我上大学了，放假就回来陪你，给你带你没吃过的东西。傻孩子，你好好读书，奶奶就高兴。然后谢谢我妈妈，谢谢你愿意改变，愿意给我一个完整的、有爱的家。谢谢你们，给我最好的家。妈，你扶着点奶台阶滑。知道，你看着路。擦擦脸，刚才哭了吧？眼睛都红了。妈，我没事儿，就是高兴。儿子的话我记一辈子。我做错过事儿，伤过他的心，幸好来得及弥补。一家人整整齐齐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是咱家，我没走错吧？妈，我上个月找装修队翻新的，一直没告诉你，想给你个惊喜。钥匙我都配好了，你揣着，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进去看看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再让人改。哎呦，桂兰，你家房子翻新的这么好，我前阵子路过还以为走错门了。你儿媳可真能干，比亲闺女还贴心。她瞎忙活的，花了不少钱。花钱怎么了？花钱也是你儿媳的心意。咱们村多少老人守着破房子，谁有你这福气？婶子，你坐。以后我妈想回来住就住，想回城里就回城里，两边都是家，她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桂兰可算是熬出头了。妈，以后你想回老家住就住，想回城里就回城里，我都陪着你，两边都是你的家，你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好，好，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，是他的根。我把房子装好，就是想让他知道，不管是城里还是老家，都有他的位置。他守了我12年，以后换我守着他。他想去哪儿，我就陪他去哪儿。妈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说。以前我不懂事，跟你提 AA 制，骂你捡破烂给我丢脸，还逼得你出去做保姆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我对不起你。我那时候鬼迷心窍，总觉得你碍眼，总觉得你穿的土给我丢人，从来没想着你给我们家做了12年饭，带了12年孩子，每天5点起10点睡，从来没享过一天福。我不是人。傻孩子，说啥混话呢？那时候你公司天天加班，回来还要盯乐乐高考，天天熬到11、2点，压力大，脾气急点正常。我是你妈，哪有妈怪孩子的？再说了，出去做保姆也挺好的，雇主对我好，工资也高，我还攒了不少钱，以后给乐乐当学费。妈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我给你买了医疗险和养老险，老家房子也装好了，以后你想住老家就住老家，想住城里就住城里，我都陪着你，我给你养老。妈，你吃葡萄，甜的，我特意挑的你爱吃的品种。好，妈知道。
12年的疙瘩在这个晚上彻底解开了。他从来没记恨过我，一直把我当亲女儿。以前他陪我撑过了最忙最乱的12年，以后换我陪着他慢慢走，好好过。回来了，饭马上好。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，还有我面点班学的枣花馒头，你尝尝。这是我新工作第1个月的工资卡，密码是你生日，以后你拿着花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不用省。我有钱，不用你的，你自己留着花，给乐乐攒大学学费。不行，必须拿着，我赚钱就是给你花的。你要是不收，我就天天往你兜里塞现金，让你出门都揣着钱。先吃饭，菜凉了。我来帮你端菜。恭喜老婆升职加薪，以后我们家多了个部门主管。恭喜妈妈，以后我可以跟同学说我妈是主管了。上班累，多吃点儿。这馒头我按老师教的做的，你尝尝甜不甜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。我终于有能力能给他更好的生活了。以前都是他替我扛着所有事，替我撑着这个家，以后换我来，换我护着他，给他撑腰。妈，梦瑶，你们俩快过来！怎么了？喊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怎么还把照片贴出去了？我一个老太太哪会分享什么经验啊？不去，怪丢人的。妈，怕什么呀？到时候我陪着你一起说，咱们就随便聊聊，有什么说什么就行。去吧，多有意思啊！哎，好吧。请最美婆媳王桂兰与李梦瑶上台领奖。梦瑶啊，你跟你婆婆关系这么好，到底有啥秘诀呀？我跟我儿媳天天吵架。其实没有啥秘诀，就是将心比心。她对我好，我就对她好，把她当亲妈，有话直说，别藏着掖着，没有解不开的矛盾，都是相互的。我儿媳懂事，孝顺我，我也疼她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计较那么多。我以前做过错事，是我婆婆包容我、原谅我，才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。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，也是我最好的妈。这份荣誉是她给我的，是她的包容换来了我们的今天。我会一直做个好儿媳，不辜负她的信任。奶，你看我包的像不像元宝？像，我大孙子包的肯定招财，煮出来肯定最香。别闹了，一会儿煮破了，咱们都喝片汤。祝奶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祝妈妈工作顺利，天天开心。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乖孙，好好读书，平平安安的就行。买点自己喜欢的，别舍不得花。妈，新年快乐！这一年你辛苦了。梦瑶，新年快乐，越来越好。吃个饺子，你爱吃的馅儿。这一年我犯过错，走错过路，伤过真心待我的人，幸好我回头了，幸好他还在。以前我总觉得家是算账的地方，要算清楚谁花的多，谁花的少，谁付出的多，谁付出的少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家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是讲爱的地方。婆婆不是保姆，是家人，是这个家的定海神针。往后余生，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